在我身邊呢是2025款標致5008，拿到這台車的日子非常巧，正值標致參加勒芒賽事100年的一個時間節點。沒錯，這個勒芒賽事呢就是大家非常了解的24小時耐力賽。那作為多次斬獲勒芒冠軍的品牌呢，標致呢這次是把勒芒同源的技術下放給了這台家用 SUV。標致5008呢是採用了 1.8T 再加上愛信8AT 的一個動力組合，採用了5+2的一個靈活布局。那從紙面參數來看呢，它其實表現並不差，車長4.67米，軸距2.84米，比途觀 L 的2.791米還要再長上那麼一截。再加上它有着合資品牌的光環，但是非常无奈啊，法國車這2年在中國的市场來一直都是存在感比較一般的。那我身邊的這一台流淌着勒芒賽事的法國車，在當今到底還值不值得購買，以及它是不是被低估的呢？首先呢，我們來看一下外觀，獅魂的這一套設計語言呢，標致用了有些年了，獅眼的大燈、獠牙的日間行車燈以及獅爪的尾燈，一整個看過去還是非常的有辨識度的。哪怕放在2020年的今天呢，也不會覺得這套設計語言過時了，依舊是比較耐看的。內飾呢是這台車進步比較大的一個地方。首先呢是質感，像大家之前吐槽最多的就是法系車，它的內飾呢整體都是偏硬塑料的材質。但是我們這一台標致5008，你可以看到整個門板以及扶手箱這些手比較容易觸摸到的地方，它都給你用了軟質包裹，整體呢來說還是非常有質感的。再加上我們有一個12.8英寸的液晶儀表屏和一個10英寸的悬浮屏，车機裡面像導航啊、聽歌呀這些功能都是可以用的。雖然說比不上新能源的那些冰箱、彩電、大沙發，但是它勝在邏輯比較清楚，再加上有很多實體按鍵，上手的容易度呢還是比較輕鬆的。那第二個呢，就是我手中的這個小幅的賽車式的方向盤，它整個呢是比較小巧精致的，開上車幾分鐘之後呢，就非常容易適應上手了。再加上它整個方向盤上邊這一塊呢，它是平的，它的儀表盤是在我們的正前方，所以說我們開车的時候就能非常清楚的看到我們前方儀表屏的內容了，而且開起來整個呢也會更加的有駕駛的沉浸感。那我们刚刚在前面提到過，它是一個5+2的座椅布局。我現在呢已經把我的前排調整成了我的正常的駕駛坐姿。現在我們是在第2排的一個空間，大家可以看一下，這是我的一個腿部空間以及頭部空間，隨便去翹2郎腿，整體來說還是非常寬裕的。再加上它2排的一個空間的話，它是支持座椅的前後移動以及靠背的角度調節的。也就是說，當你第3排不坐人的情況下，你可以把它當成一個大5座去乘坐，你可以自由的去調節你比較舒適的一個角度、一個坐墊。那第3排呢，它是由2個獨立座椅去組成的，可以坐2個未成年人以及身材比較嬌小的成年人。整個空間來說不是特別的寬敞，我覺得更多的是用來應急的。但是當它第3排放倒之後，整個後備箱的空間就非常的大，像你平時的嬰兒車啊，以及露營車啊，都是可以塞進去。並且呢，第3排還是有個特別有趣的設計思路，就是它的3排座椅是可以拆卸下來的。比如說平時我們出去露營的時候沒有椅子，它就可以拆卸下来當成一個露營椅去單獨使用了。我覺得這台車它主打的一個思路就是我可以不用，但是我不能沒有。法系車的靈魂呢，肯定是在於底盤了。我們再把這一台標致5008開起來跟大家講一講。那在前面我已經跟大家講過，它的動力是 1.8T 再加上愛信8AT，它會比老款的6AT 齒輪會更加密，所以說它最大的功率呢155千瓦，最大扭矩300牛米，整個來說起步是非常的平順輕快的，哪怕你在市區堵車直行的時候，也不會有那種非常強烈的頓挫感。那我們重點再來聊一聊這台車的底盤。其實在底盤方面，它一直爭議都挺大的，因為它的後懸採用的是扭力梁而非獨立懸架。要知道，在同價位很多產品都已經用上了後5連桿，但有句話又是這麼說的：底盤是底盤，調教是調教。那這台車呢，它是用上了 CLDR 大師底盤調教技術，再加上它可是擁有着勒芒同源的賽事底盤技術，所以說它整個開起來呢是非常不錯的。在過一些大的顛簸路面的時候，整個過濾呢是很乾淨利落的，以及在過一些轉彎吶、掉頭的這些路面，車身的側傾也不會特別大，開起來完全不像是一台擁有着將近4.7米的一個 SUV， 反而覺得它特別緊湊、特別靈活。這種扎實感會讓你覺得你在後排帶着你家人的同時，他們能非常的安穩，不容易暈車。
那在油耗方面呢，它 WLTC 的工况100公里情况下呢是7.26升，并且它加的是92号汽油，所以说在当今这个油价这么高的一个情况下，它整体的用车成本也是比较省的。在配置方面呢，它有360全景影像，再加上透明底盘，对于新手来说是非常友好的。还有大家非常关心的一个售后服务問題，隨着神農汽車去年進行了一個戰略增資，並且和途虎汽車展開了合作。那對於維保網絡呢，也逐步進行完善，以前大家所顧慮的問題，今後呢也可以放寬心了。所以說回到最初的那個問題，你覺得5008它是否被低估的？我覺得它是的，因為它有着勒芒賽事的同源底盤技術，再加上愛信 8AT 的一個可靠性，以及5+2的靈活布局。它雖然可能不懂什麼叫做冰箱、彩電、大沙發，但是它懂什麼叫做好開和耐用，並且它價格優惠完之後呢，在14到15萬元這個區間。如果你是一個追求機械素質，並且不願意隨波逐流的消費者來說，這台標致5008確實是一個值得深挖的選擇。